哎，这什么？哦，一把刀。哦，这不绑我们的绳子吗？哎，是，绳子啊，是你绑的我们，你来过这里。啊，我就去看我们的那个车厅大门，还有这个工厂的后门。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来过这儿？哎，我来过这儿。你为什么来？晚上我就偷偷的回到2楼。我去2楼的时候，我经过这儿了。啊，那对，那就也算他一个好了。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，什么？就是这个新风系统。新风系统开启后可以进行全工厂空气循环，从这儿下药，在这儿如果下了迷药，可以把整个工厂人全都迷晕。哦，你把那个里边扣一下，拿。朋友们，看，哎，迷晕了，对，迷晕了。滤芯里面有个迷晕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安全火柴。点的，那个黑色胶带是什么东西呢？不懂啊？这里面写着超强粘力杀人手法，会不会是那个安文哲他点的这个，他想给我们弄的，不是凶手本人过来的？那就是有一个问题了。这一切如果是安文哲做的话，那个凶手一定得知道安文哲这个计划。没错。要不我们上去看看呢？好。那还有啥？再看看。就我觉得还是得再仔细找找。你什么身份要找？对啊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我是一个公民的身份。这些都是你们早上翻那个东西。哎，绳子，这怎么会有绳子？哎，有个遥控。哎，哎，这不是1楼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吗？拿出来，都拿出来。这里有东西，等一下。哦。强效喷雾，失眠患者这个无色液体。别人写的这个叫做它的强效睡眠喷雾。那个人把这些上一案的工具利用了。对。聪明。聪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杀手确实聪明。为什么他需要用到这个东西？他一定是有障碍，他的作案路线上面，所以他需要用到这个解决掉一个障碍。那他的障碍只有安文哲呀。对。哎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你说。这个姓安的为什么要上来拉闸？是的，为什么要拉闸？这是1楼的电闸。我们要不就去1楼看看，现在去那个大厂里边看一下，还有什么东西。走，这个按不动这儿的呀，问题是。哎，你看起来比昨天聪明太多了。你昨天看起来，昨天不是凶手吗？你在装傻对不对？你今天看起来好像机灵了10倍。哎，我们今天早上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？几点钟？8点醒了。那个迷药是几个小时？还是6个小时？所以有可能2点我们闻到了迷药。接下来就是时间线的问题了。来，我应该是第一个，15到30。几点？15到30。12点。26号凌晨。你去了他办公室。对。然后你几点去后门查看了呢20的时候。12点20的时候。你看，我在15到30这个期间，我花了5分钟时间在他办公室，又花了10分钟时间来这个前门看，来那个后门看。后面你就一直待在房间里，没有出去过。没错，没有再出来过。OK， 好的，你的时间很清楚。你呢？您12点35的时候就去了老板办公室，搜了一遍，什么也找不到。然后呢，就在38分的时候呢，发现他手机来了个消息嘛。谁的手机？安文哲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，就说小黑客发给他的嘛。然后我照完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原来他想夺我的这个财产。好，我要回去想想怎么杀了他。于是呢，我就在38分看完那个消息，拍完照之后，40回到我的配件间里。12点40。对，12点40。哦，你的杀机又重，出现的又早。 12点15分的时候，我在宿舍呢，当时依在宿舍，知青依在宿舍，我看到他出去了，然后15分钟之后回来了，
就跟他时间是吻合的。对。然后12点45分的时候，我准备去那个直播间看看。那12点15到45之间，你一直在寝室？对，一直在寝室。然后我就从宿舍通过这个办公室，到了密室，按那个电梯，我去了直播间。然后当时正好是45分嘛，看到他把主播遣散了。哦，你看见了。我就拿到了主播旁边那个兔子，当时我就很害怕，我说这兔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想找到那个直播人员是谁拿到这兔子了，我就又回到了办公室，我想找那个直播人员的名单，但没找到。然后在密室里发现了那个箱子里那张半张纸，就是那个血海深仇那个。当时我就害怕，我说这个是不是回来寻仇的？一直在害怕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几点回的寝室害怕呢？45分是上去的，55分我就回到宿舍了。我当时就一直10分钟来回就10分钟，你的时间是吧？对啊，55分我就回到宿舍，然后特别害怕，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，我在走廊上。1点15分又出来？对，1点15分出来，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。就是我说的那个电话。没错，这是我的时间线。那这个把你排得很干净，因为你如果1点15分才发现你的杀机，到2点，他就要点那个香把我们迷晕了嘛？对啊，你来不及准备。凭什么来不及？没有凭什么，只是我这么推测，你可以。这么推测就不对。好的，下一个那个白说自己的时间线。我1点钟去了2楼，1点钟去的2楼。1点钟。你去2楼的动机是什么来着？就是想吃完饭想遛弯。这个动机就突然去了2楼，因为咱们之前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青蛙爸爸，因为我知道青蛙爸爸是我自己，我有那么多摄像头，有那么多人，我不敢当时表现，所以我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摸摸的走上去，然后去查看一番。明白。1点09，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，然后呢，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，确定这是我的了嘛？然后我说这必有诈，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。几点去的办公室？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，然后就发现了关键性，交给你。这个老板他就是杀了我女儿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干掉他。所以你的杀机也是在1点10分才出现啊，那就不存在什么这么晚发现杀机，不可能，因为你们都是很晚。对。很多人凌晨的时候看这时间线都在工厂大厅行动过，所以肯定留下了点什么。对，那我们再来找一找看，他们还留下了什么？是谁？是谁留下的东西没有被发现？谁没有啊？哎呦！有个鞋带。啊！你好厉害！是都有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是绿萝的种植方法吧？都有鞋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录音笔。这么大个东西。厉害。长按开机。喂，我少了些东西，好像是有人发现了什么，还是如期进行。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，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。2点。用大包绳绑到2楼。我到时候会提前吃一片芦荟叶，防止自己被迷晕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进行杀戮的回拨。这通电话里面对凶手来说最有用的信息是芦荟。看一下哪个芦荟被切过？有切过，掉过一段。很明显就是凶手听到这些东西，知道了计划，知道芦荟叶可以防止晕，含一片在嘴里边，对，就在床上装晕了。然后他布置好了那个现场，他就跟着被绑上去了。然后我们醒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假装醒过来的，其实没有晕。但是你有个什么问题？那个喷的用来干嘛呢？对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别的线索了吗？
后门和现场我们还再看一看。对，这门能打开吗？开不开？开不开？锁的，我们出不去啊。有没有紫色的地方？因为那个东西如果喷了，它会残留紫色的东西。这儿，在那儿。这个地方有紫色呀。这不是紫色吗？我真的哎，同城旅行也是紫色。是啊。看看上面。易燃，啥也没有啊。易燃什么意思？装的是不是安全火柴啊？安全火柴易燃。哦，这绳子是能被点着的呀。哦，所以呢？想一下，想一下。少了，就擦火柴那个。哦，那个被撕掉了。那个火柴盒里还那个摩擦那个纸。对。 10支一盒嘛，这是9支，也就是凶手拿了一根火柴，把这个盒撕了。机关。机关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有可能是他把他，比如说这样的话，我们刚说他提前把那个喷晕了，放在那儿就 OK 了，他把它绑在那里嘛。哦，电的时候。哦，那这个黑胶圈还没有，超强粘力不知道是干嘛的。 OK， 那肯定是一个装置嘛，咱们上去找找嘛。好，是这意思不？对，应该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看他手腕有被绑的痕迹吗？手腕没有啥被绑的痕迹。哎，怎么了？扳手上面有烧焦的纤维的痕迹。哦。 绳子绑在上边。哦，那绳子怎么烧呢？想想，他如果绳子一烧就跳闸是吗？不，我看一眼这是 B-box 啊，干嘛来一段 B-box 啊？不。这个绳子绑这儿一定是怕下来的作用。 是开的作用，开的那一刻，我们里边不是啪，那个时候是刚才他拉下来那一刻的作用。他做什么能够拉下来之后，然后他又能被烧？喷雾它的作用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说，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其实。 我们只看到了那个门在动。对。哎，外面怎么了？有人在敲门。它其实是这个尸体，它被电的时候它在动嘛，说明那时候尸体是活的。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是，它在动的时候是它刚刚上来。其实如果可以把这个给去掉。对呀。它一直在这儿。它一直在这儿，它是被迷晕了。它在这儿的时候没有死。我们刚刚踏出来的时候，它这个电闸啪一开。 就是被迷晕了，它被电了，它也会动。那就是那个喷雾，就是给他喷晕嘛，让他在这睡了一晚上，然后就造成了是他自己来开闸，然后不小心误触电死亡的一个假象。但我们的1楼的电源开关用来干嘛？你再看看，我觉得可以看看，检查一下那个门把手有吗？没有。 这儿，不是摩擦，纤维烧焦的痕迹。哦，绳子固定在这儿。你们绑一下，还原一下。来，你绑在那儿，那就是这个，那是第1处，这是第2处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短了，对不起。 因为我觉得它有可能延伸到更下面的地方，它延伸到1楼，所以控制1楼的开关。哦，哦，
有可能是那个传送带，也有可能。为什么是传送带？因为它一摁开关，那传送带开始运作，就可以把绳子拉动，这个电闸就会下来。所以那个电源开关是用来启动这个时间装置。哦，因为它垂到下面了嘛，对吧？有可能直接是垂到最下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下面那一头的绳子一定是用强力胶粘住的。哦，哎，传送带是可以的。强力胶。我觉得真的是传送带哎。哎，大力胶。哎，是。是。就是这个。就这。牛！太牛了！但是现在这个绳子是通过什么手法消失的？它怎么引着的？这个火柴和那个擦炮那个东西，我们没有找到。现在对，没有破解它。一定是着火了。早上案发时出门的时候是有烧焦味道的，当初我以为是触电的味道。哦，有烧焦的味道。有的，你的鼻子都闻到，我们都没闻到。绝对有。打个比方，那个地方一烧着，它就这个绳子就顺着传送带往下走了嘛。对，那就是不是在那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在这儿。哦，在这儿。什么？哦。哦，在这儿。啥呀？大哥，他把它贴在这里了。啊，摩擦火柴啊，他把这个贴在这个上面，火柴这样。然后这个东西，对，走过的时候起火。这是天才吗？这个人这么聪明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是天才，我最好他现在就出来认这个天才这个名讳。我认啊！我觉得是我干的这事。不，我认这种事情。我认这种事情。行了，破案了。破案了。破案过程破案了，没问题。非常好。一定是这样的。就还原了这个案发现场，然后呢，是谁干的呢？我已经锁了。你锁谁啊？至于我锁谁，我现在还不想透露。回前厅吧。还原一下杀人手法吧。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个喷雾，对，然后发现了一个1楼总店，然后在那个密室里面发现很多绳子、火柴、胶带，这些都是凶手作案的工具。然后凶手呢，肯定是听到了这个录音。现在工厂里只剩他们6个，我2点用草本迷药迷晕他们。知道了被害人的一些计划，他想利用这个计划来杀掉被害人，但同时也让他自己存在在被绑的那个直播间里面，做一个不在场证明。所以他首先把被害人给迷晕了，放到电闸的旁边，制造了一个意外死亡被电死的现场。然后他用绳子把那个电闸给捆上，拉到了楼下，贴到了传送带上面，然后把火柴贴到传送带旁边。在我们醒的那一刻，利用1楼的电源开关开电，绳子被传送带的力给拉下去，关了电闸，同时绳子自燃。然后同时被害人当即被触电，他开始发生抽搐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睁开眼看到那一幕，一边抽搐一边有火柴燃烧的味道，制造了这么一个假象。是的，非常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能推出来真的很厉害。警探，我现在有一个方法，直接锁凶。那个遥控器，对吧？这车指纹，你不要告诉我。没事，继续。好，开个玩笑。但的确是那个遥控器，昨天还是没有电池的，今天就有电了。谁是玩弄电的人呢？配电间。可以啊。但这个东西它不就是无非就是有电池和没电池的原理吗？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玩电大师才能明白的东西吧？
但这个电视的型号很特殊哦，不是普通人就能买到的型号。我觉得那个店，我们都出不去，被锁在这儿。不是，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东西只有你有这个电死的。哎，你不要吧，可以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我等着你，我就等着你呢，来。让你久等了，就是只有你有这个电死别人的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还有吊死，满足了那个线和那个电，对，电和线都满足了，再加上你有知道他要找到你，而且你也符合第3点，yes，因为他刚刚这么说的时候，你一时间好，你非常符合这3个。这个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了这个文字叫做亲手安装了所有摄像头，但是目前查到其期间间接，听到没有？间接不是我做的，就是因为我装了摄像头，间接导致了这些人被电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装了摄像头而已。因为这个去定它，我觉得有点离谱。没有说是要定，我就想听一听。只是说有这个东西在，不然它存在也没有意义，加重了一层嫌疑。你是这里的 boss， 这里东西都是你设计的，所以你更容易像是会听到这通电话的人。比较满足作案条件的一个人，反正是。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时间就是1点半。啊，对，1点30，他是在打这个电话吧？对，所以这个凶手这个此时此刻一定是在这个人身边或者他周围。这不一定啊，这不一定。这跟录音笔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前置条件。对。所以这个录音笔应该是他提前放到那儿，凶手一定是第2次回去了。那个录音笔就是我们凶手录的，一定有一个人回到那个房间才能录到这个东西。没错，重点是谁会2次返回？每个人不都会吗？不是4个人都会啊，不是4个人都会啊。按照我们的时间推理，他15分到30分游走了一圈回去了，拿了个电脑。他的初衷是啥？初衷是要逃出去。他为什么要2次返回？他看到那些卡牌了，他以为那个姓安的要杀他了。对，一个正常人，一个人要杀我，我还要去找他。安安静静看完了那个卡片之后，就再也没出过宿舍。他是这样的逻辑。OK， 所以他没有理由2次返回，他跟我是一样的。哎。你为什么没有理由2次返回？因为我15分打了电话，老师傅那边得知他要追杀我，我才确定这个人就是那个姓安的要来杀我。我当时那种心理，我怎么可能2次返回去迎头撞他呢？就是害怕，我就是害怕，那就蹲在宿舍里害怕。对啊，我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害怕。那他会不会来宿舍里直接干掉你呢？那我也不会主动去找他呀。我觉得贺说的有道理，是从杀鸡出发，到底他是要躲着安文哲，还是要追杀安文哲？那你要是这样，我就是要杀他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按照动机来说，是锁在你们2个人中间，你和您。你说排掉我们2个，但是锁他们2个，但我觉得宁哥嫌疑很小。你不要认为你保了我，我就会保你哦。不是你听我讲，你先听他讲，先听他讲。他如果听到了1点30分那个录音，他一定会知道一个信息，就是说这个姓安的要把我们送进杀戮。不管这安死不死，只要我进了这个杀戮，我的身份一定会被识破。那他的目的不就是保住自己的身份吗？那他不仅要把安杀了，他还得让自己不进入杀戮。但是他进了，今天进了，所以他对这一切都是不知情的。他说的对，他绝对是没有听过1点30分那个录音的。对，他不会让自己去进入杀戮的直播。是的，他的身份是不能被识破的。说的对，你们要这么排，就只能是我了呀。的确，按照就这一条线啊，就是从杀鸡来看，那只能是我了，哥。真的是只能是他。首先，刚才是你觉得我的嫌疑更重嘛，对吧？对，这么排只能是你觉得我的嫌疑？来，你再说说你觉得谁的嫌疑更重？
他，是因为刚才他们说你有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，就如果说我现在还一口咬定你，那不就很奇怪吗？对不对？你觉得他的嫌疑更大，对不对？要立马说出来一个第一怀疑的人的话。OK， 好，我认为你是 X。你今天你指责过我和他，但我认为他是安全的。他第一个指责了我，然后我撇清之后，他再指责他，然后在我心里他俩的嫌疑，他更大，所以我就认为你是 X。哦，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懂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对。我不知道我这里记得对不对啊？确实，在你们自己的口供里面，就唯一有过2次行动轨迹的就只有白。我1点钟去了2楼，1点09拿着玩偶回到了我房间，玩偶里边就发现那个手机链什么的，确定是我的了嘛。然后我就要去办公室里边再去看看，1点10分就去了办公室。没有啊，他也有啊，他在1点14的时候出门了。你出门干嘛了？打电话给老师傅。特别害怕，然后1点15分的时候我就从宿舍出来，我在走廊上，走廊上打电话给我老师傅了，我在走廊。白的2次这个行动都是为了去调查这个人，第一次是2楼看直播间，第2次是直接去到办公室，有很明确的调查意图。对，调查意图，这2个人嘛。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凶手他一定是2次回到现场。对 ，OK， 我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说，我不会回到现场。如果我回到现场，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他要杀我了。那你就杀他了。我就杀他了，所以我绝对不会2次回到现场。所以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：你2次回去，你要不要杀了他？我就干他了。没错，通过你2次回到现场的一个动机的话，他已经消失了。你在帮他排清？没错，他已经清了。啊，他不是凶手，我能感受到他不是凶手。未必。我们2次回去一定要是杀他，因为我知道我回去要杀他，他也回去要杀他，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，你一定会2次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打了个电话，那个电话里那个师傅，我说最后一遍，我打了个电话，那电话里说什么？我是意识到安是要来杀我的。那电话里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老师傅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来工地上找我？然后那个老师傅说有，一个鼻梁上左边有痣的人，就是安文哲的长相。我就意识到那是安文哲来调查我，他知道了我当时那个女孩掉下来的时候我在旁边，他要杀我，他可能来报仇，所以我怎么可能迈得出这个步子到外面来2次行动呢？你刚才说的是左边鼻子有痣，你是不是要回去确认一下他左边鼻子是否有痣这件事儿？好，我们再可以去往前想一想，8点的时候案发的时候醒来的顺序。你先醒，我先醒。你凶手装晕了，我怎么会先醒？我一定会等第一个人醒了之后，我才会醒过来。所以是第2个人醒。我是第2个醒的吧？谁先醒这个东西是没用的。我是凶手，我可以先醒，叫醒大家也可以。我是凶手，我装作最后一个醒也可以，这不是一个理由。有道理。现在其实我们3都不干净，最干净的是他。谁是凶手？你觉得？我本身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凶手，白肯定不是嘛，我能感觉到他不是凶手。就在我心里，你们2人是嫌疑最大的。所以我开始的时候，我认为他的动机最强。刚才的游戏也好，他是最先逃出去的。所以就在你们2人之间。行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投票吧。